为什么偏身咏春拳更为厉害？关于咏春拳有冷知识，那就是李小龙所使用的仅仅只是咏春拳的一个分支，名叫正身咏春。其实该拳法还有另外一个分支偏身咏春，且其威力丝毫不在正身咏春之下，甚至是更为厉害。说到两种咏春拳法分支的产生，是因为兀良赞。梁赞出生在广东鼓楼，少年时就十分喜爱传统武术。在见识过种类繁多的各类武术门派之后，梁赞决心跟随咏春拳先祖梁二弟学习少林6点半棍法与咏春拳。梁二弟惊喜地发现梁赞武术天赋极高，自己的能力已经不足以再教授梁赞学习，于是将其推荐给了自己的师傅黄华宝。而黄华宝同样发掘了梁赞的武术造诣，进一步将其推荐给了自己的师傅严咏春。严咏春在深入了解梁赞的武术功底与道德品质之后，便将自己的所有咏春精髓都传授给了梁赞，其中就包括了那套偏身咏春。当然，还有另一种说法，偏身咏春并不是梁赞从严咏春处习得，而是自己创造的。经过多年来在咏春几位大师门下的学习，梁赞终于学成了咏春拳法的全部精髓。他的师傅黄华宝见梁赞学有所成，便告知梁赞，今后可以开设武馆收徒教学，将咏春拳法发扬光大。梁赞在广东佛山开办了赞生堂武馆，专门教授咏春拳法。但一直以来，梁赞都只向徒弟们传授正身咏春，而融合了少林精华的偏身咏春，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传人。直到他遇见了身体瘦弱且学习正身咏春屡屡受挫的王华三，认为王华三十分适合学习能够以弱胜强的偏身咏春。果然，习得偏身咏春的王华三在与他人的比武中进步飞速，他从原来因身体条件的限制而屡败屡战，变为后来的以柔克刚，出奇制胜。于是，王华三接过了偏身咏春发展的大旗，并同样开始收徒，专门教学偏身咏春。自此，偏身咏春才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之中，并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。而王华三掌握偏身咏春之后，也开始收徒教学。在他的徒弟之中，有一个名叫冯震的人十分特别，此人身材十分强壮。王华三对于这位徒弟也是十分的喜爱。偏身咏春一直以来崇尚拳法的实用性，因而动作十分怪异，但在实战之中却又十分受用。在打拳的时候，以立足点为中心，侧着身体绕中心转动，从侧面给予对手攻击，因而能够起到出奇制胜、以弱胜强的绝佳效果，十分受用于一些身体条件不佳的习武之人。由于偏身咏春在收徒方面较为严格，一般仅限于父子师徒相传，且该拳法长期扎根于广东鼓楼地区，只有当地居民才有机会见识到此拳法，因此一般人难以接触这门绝妙拳法，以至于鲜为人知。